美丽的厕所来一发，又是一个小而舒适的酒店。然后这边看可以晾袜子，这边是前门，空间都非常大。我今天晚上要去 Dubrovnik， 这边是我的卧室，什么都有，你做饭也可以啊。然后这边有电视，它这边等于是属于半地下一层。我对面是一所高中，但是它这边封闭得很好，然后晚上这边还可以拉下来。它这一家非常高级，它这个都是那种电脑开的，它给我一个那个链接，然后在网上按一下就打开了，非常高级。它这边有好几户，看了吗？这一走廊都是挺好的，我觉得便宜实惠。大家好，我现在含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身后的呢是克罗地亚最著名的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呢也是克罗地亚最高的一个建筑。大家看那两个顶，其中一个顶就是撞我飞机被撞的顶，它两个顶高105米。然后因为最近在2020年的时候，大家看我这后面，在2020年的时候地震的时候，然后这个顶掉下来了，现在是安放在边上，还没有装上去。这个教堂呢，始建于1000多年前，1094年，然后在1242年的时候，鞑靼入侵，又被全部摧毁。后来呢，又按哥特式建筑的风貌，在13世纪末把它给复原了一遍。1512年至1521年之间呢，这个城里的人为了抵御奥匈帝国的入侵，然后建了我后面这一排城墙。现在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墙的遗迹都还在。其实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之前2020年经历过一次地震，在1880年的时候，也有一次非常大的地震，把这边也是基本上毁得差不多了。后来又按哥特式的建筑风貌又把它还原，所以说这个地方，唉，多灾多难。我的第一个景点，炸鸡的地方，唉。我现在已经缓和起来80%了，等一下查一下买一个新机子要多少钱。下景点见。我现在身后这个时钟呢，是萨格勒布年轻人现在约会见面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大家经常都会说，下午2点、下午3点在这个时钟下面见。这个很像，都柏林有一个 Spire， 在都柏林的时候都会说，哦，在 Spire 见，不会说在哪里见，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明显，大家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一道菜可以代表克罗地亚的话，一定是这道菜，是叫 Strukli。这道菜呢，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入选这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道菜，非常的刚刚上来，非常烫，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呢是有 cheese， 然后鸡蛋。它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馅，你可以点很多种馅。它这边有水果馅，我点的是苹果和这个桂。我刚刚翻的时候有非常香的这个桂香味，很香。来尝一下，非常烫。因为这个的话有2种做的方法，第一种是煮，然后第2种是去烤箱里面烤。然后烤的话，它都是要烤45分钟到1个小时，所以它上来的时候都非常烫，大家看到那个冒泡。哇，非常好吃。我不怎么吃 cheese 的人都觉得非常好吃，它味道很清淡。然后这边是有那种苹果的小块，你可以吃到是很新鲜的 cheese，不错。如果你不喜欢吃 cheese， 都不会觉得这个那个 cheese 味太浓，它是很清香，然后加那个肉桂的香味。大家可以看，它烤的是成这个冻状的，然后它这个是咸味刚刚好，加上那个水果的甜味，然后还有这种冻状的口感，有点像那种凉皮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新鲜 cheese 那种香味，还有鸡蛋的那种香味，非常好吃。我很推荐。
我看到这边所有的旁边的人点的这个里面都是全部挖光。我刚刚在想，哎，这个 cheese 这一大盘吃了不会腻吗？真的不会腻，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这家试一下。我现在所在的广场呢是萨格勒布的人民大广场，然后这个广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雕塑，就是我后面这个雕塑是叫Joseph 将军，是为了纪念他废除了克罗地亚的农奴制，还有在1848年大革命期间，这个他做出的一些杰出的贡献。1848年这个革命呢也称欧洲民族之春，是指呢在1848年这一年，然后欧洲各国都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革命运动，始出于是1月份的西西里岛，然后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课本学过的法国2月革命，然后这个呢是直接动荡了当时贵族和君主的权利，后来也是间接的导致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这个隧道一看就是战争时候用的，太标准的这种碉堡隧道。大家看，这边还有这种半圆形的、这种轨道式的，应该是门。然后这边可能以前是报警装置什么的。隧道还是四通八达，很多个方向。大家可以看，这是地图，有点像那种末日，然后大家逃亡到这边的地下隧道的样子。超级酷，也太酷了吧！隧道里的厕所，哇塞！身后这座塔呢，也算是见证了萨格勒布的历史。这座塔呢，始建于1266年，然后当时花了20年才把它全部建成。这座塔俯瞰的是萨格勒布的南部，就这一片，大家看到，当时是起警卫的作用而建。然后这个塔的名字的原意是小偷的钟声，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塔呢，在古的时候，每当傍晚关城门的时候，这里都会响钟，所以也就算提醒一下当地的居民，夜晚来了，小心小偷。在16世纪末的时候，由于土耳其人已经不再进攻克罗地亚了，所以这边已经失去了这个警卫啊、防卫的属性。然后在下面的几百年以来呢，都被人们用作不同的用途。像在17世纪的时候，这边里面是装东西用的，就成了一个储藏室。在19世纪，城市议会决定在它的上面放一座大炮，然后每当中午它都会响一炮。这个是为了帮助这个教堂纠正时钟而放的。第一次响炮是在1877年的新年，然后后来发生了第1次世界大战，中间大家就忘记了，然后中途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仪式，直到1927年大家才想起来又重新开始这个响炮仪式。所以说，直到现今应该有将近100多年了，一直在中午的这个整点都会进行响炮仪式。我身后的这座罗马天主式教堂呢，是克罗地亚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当时修建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罗马式的建筑，但是在14世纪的时候，这个后面又改成了哥特式的顶啊一些建筑。然后这个呢，大家看到上面有2个徽章，一个是萨格勒布的徽章，就是首都的徽章，还有一个是克罗地亚王国的徽章。其实大家在克罗地亚的旅游宣传片上面也都会看到这个顶的非常标志性的这2个图案。然后我记得在瑞安航空订那个机票的时候，这个也是出现在克罗地亚瑞安航空的代表的图片上面。这边也是一个观景平台。我身后这个观景平台呢，应该是这个市里面最漂亮的一个360度。然后这个地点呢是在这个 San Caterina 教堂的后面。
我这2天在克罗地亚走下来，发现第一个这边克罗地亚风味的餐厅非常少。我在那个老城区用 Google Map， 然后搜，基本上都是汉堡啊，就是国外的风味的餐厅，没有克罗地亚风味餐厅，很少，我只碰到一个。然后你知道在国外旅游就想吃饭，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经验是，你在国外旅游去吃中国餐厅踩坑的几率很大，但是有一个是你绝对不会踩坑的，就是吃印度菜。因为印度菜的话，它基本上做的都很真，因为我每次看到在外面开的印度餐厅都是印度人开的。Go ahead.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Wow. No. Okay. Enjo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然后我来这家呢，也是在老城区的中心，是叫 Indian Taste， 应该印度风味。然后来尝一下，我跟他说给我上最辣的，看一下这边怎么辣法。我点的是鸡肉，然后是超级辣椒它放。里面有罂粟壳，有辣，它这个做的有茴香，你刚刚吃进去咸咸的，然后茴香时候那个辣味和这个印度香料的味道就全部散发在你的那个味蕾上。再来尝一下，不错，我喜欢，很接近中国人的口味。来了，辣味上来了。哦，哇，不能小看，因为他问我要多辣，我说最辣，辣味上来了。我太久没有吃辣，我以前很会吃辣，但是太久没有吃辣，那个忍耐度有下降一点。我来尝一块鸡肉。很嫩，一丝一丝的肉，很嫩。我以前其实对印度菜是抗拒的，你知道，我们对印度风味的餐厅有一种那个印象。然后自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带我去了都柏林一家餐厅，我从此就爱上了这个面包，这个面包蘸这个的组合超级好吃。如果你还没有吃过印度菜的话，你一定要试一下这个组合，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很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好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萨格勒布的具体情况。萨格勒布我没有待太久，待了2天，所以基本上都是走马观花。从机场到市中心是35个 krona， 然后基本上你到市中心以后，市中心非常小，你可能30-40分钟可以从头走到尾，然后从南走到北，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行走的城市，你可以慢慢走，而且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啊、观景台啊，都非常漂亮。然后因为我家离市中心走路我就过去了，我就没有坐公交，但是我查一下，坐公交是也很便宜，一次性是15 krona， 然后你买30分钟是4 krona， 60分钟是7 krona， 90分钟是10 krona， 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宜。然后这个票都是那个轻轨还有巴士都可以交叉坐。好了，最后聊一下安全。我觉得在欧盟以内的话，这种小小的历史文化城都非常的安全。萨格勒布也不例外。我记得晚上赶夜车的时候，我在大街上都看到大人带小孩就在玩11点多钟，所以非常安全。另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我注意到就是你点咖啡的时候，它会附加一杯水，大家不要惊奇，这个水是免费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一个文化。好了，下一个城市 Dubrovnik， 再见。